大家好，歡迎來到紅牆觀察，我是美玲。多年來，中共對台灣始終重複着同一套策略，一邊是對外放話不排除武統，一邊呢又高喊兩岸一家親。中國內部常用一句話來形容這套做法，叫做一手硬一手軟。那麼所謂的硬的那一手呢，指的是軍事威脅，包括圍台軍演、軍機頻繁擾台，以及不斷強調不放棄使用武力。而軟的那一手，則是表面上講交流、講感情，實則對台灣社會進行長期低調而持續的滲透。一個長期被中共用來做切入點的群體，就是來自中國大陸，已經在台灣生活多年的陸配們。多年以來，部分親共的陸配持續在社群平台上拍視頻，內容呢，大多圍繞所謂的兩岸一家親、統一是歷史必然、台灣離不開中國等洗腦話術，想對台灣社會進行潛移默化的影響。隨着時間的推移，這類帶有洗腦性質的視頻越來越集中，陸配們的語氣也是越來越激進，甚至還出現了公開鼓吹中共武統的那一套。台灣社會和政府部門逐漸對此升高警覺，以致這類軟性洗腦滲透操作開始頻頻的失控，甚至還出現翻車。近期呢，台灣政府已相繼取消5名涉入爭議的親共陸配的居留資格，並且還要求他們離境。這其中呢，包括亞亞、小偉、恩琪、錢麗和關關。在這些案例當中呢，最引發外界關注的莫過於陸配關關。最近呢，他曾在抖音平台上多次表達中共武統台灣的極端言論，包括遲早紅旗插滿台灣，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等。這些視頻在流傳的過程當中呢，引發了台灣網友們的檢舉。但是真正讓關關處境急轉直下的是他在2025年11月的一次公開的行為。當時呢，關關專門到台灣馬場町紀念公園拍視頻，公開追悼吳石。對很多台灣人來說呀，這個名字並不陌生，因為吳石正是中共早年安插在國民黨內部的重要間諜之一。據歷史資料顯示，在1948年的徐蚌會戰期間，吳石把國軍的作戰部署和補給情報系統性的洩露給了中共，這直接導致國軍在關鍵戰役中遭到重大損失，10多萬官兵被殲滅。1950年，吳石在台灣依法被處死，而到了1973年，中共公開的高調追認他為革命烈士。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關關就在台灣公開拍視頻紀念吳石，自然引發了社會的強烈反彈。影片流到網絡不久，他就被網友舉報了，在台居留資格也迅速被取消。但是關關並沒有因此而醒悟，反而是在離境前公開辱罵台灣內部長劉世芳是台獨頑固分子，並且放話說要在台灣解放之時會再與女兒相見。再過2天我就要被迫離開了。強烈抗議台獨頑固分子劉世芳對我合法居留權。但與關關激烈的言辭形成強烈對比的是網絡上的反應。很多大陸網友並沒有對這個親共網紅表示出同情，反而是充滿了嘲諷。有網友直言取消得好，也有人說呢，回去有村支書照顧挺好的，甚至有人調侃，不是說村裡發金條嗎？快回去過好日子。但是呢，真正讓這些事件格外顯得諷刺的是陸配們回到大陸後的遭遇。2026年的1月17號，已被台灣驅逐回大陸的親共陸配恩琪在街頭開直播，聲稱呢要給觀眾看看所謂的祖國的繁華。正當他說到盡頭上時呢，直播現場卻出現了中共警察，不但要求他中斷直播，還要求他配合調查。恩琪在中國台灣省宣揚兩岸一家親，帶上了中國紅，拿起了我們的五星啊！先關一下，先關一下，我跟你說，我先把直播先退一下。我刚开，我可以先不关吗？因为我有什么事吗？你先退一下，我跟你说。好，先，你过来，那把麦的先。好。哎，大家帽子来了哈，帽子来了。我是在为祖国做贡献的，大家。好不好？这条路很难。这段颇有戏剧性的视频随后在海外的平台迅速热傳，
從視頻當中呢，我們可以看到恩琪明顯受到了驚嚇，說着說着甚至忍不住哭了。有網友披露，恩琪被當成特務讓警察抓了。那麼也有人表示呢，舔共中配恩琪在中共国街頭直播讚揚祖國的時候呢，被中共党警关切中断，他突然被嚇到了，失去了往日在台灣時的霸气態度。感謝恩琪示範了中國有多自由，這麼搞笑舔共翻車影片不是天天都有的。那麼對不少觀眾來說呢，這一幕無疑變成了一次極具反諷意味的現場示範。另一名陆配錢麗的案例也引發了關注。錢麗在台灣華碩任職，按理說呢，她擁有穩定的收入，下班後照料家庭，原本過着相对平穩的生活狀態。但錢麗不僅在網上經營着中共解放軍相關粉專，長期宣揚中共的武統言論，還在公司內部引用中共的法律檢舉同事和上級。最終，她被注銷台灣身份與戶籍，並被廢除依親居留許可，並且於2025年12月3號離境。那麼即便是如此呢，錢麗在離台前仍公開表示，請給中國共產黨一個在台執政的機會。即便回到了中國大陸以後，他又翻牆到臉書發文，對台灣社會對中共提高警覺的表現做出負面評價，甚至還聲稱等大家都能理性傾聽再回台。那麼如果說呢，前面幾個陸配的案例大都屬於中共在輿論和社會層面的柔性的滲透，那麼另一個陸配的周滿之的案例呢，則明顯涉及到了更具有組織性的行動。據台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起訴指出，周滿之在中國大陸是中國陝西省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的成員，在2003年嫁來台灣後獲得了身份證，在2015年參與籌組中共國愛國黨，後來又成立了台灣市新住民姐妹關懷協會和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2016年，周滿之加入中共國統一戰線工作委員會，他負責的部門為中共國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台灣發起工作組。警方指控說，2017年，周滿之在台灣成立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此後呢，他又到湖南與中共統戰部官員見面，為的是能夠尋求資助，以便在台灣發展組織。2018年，周滿之又去了中國大陸，簽署了所謂的《中華海峽兩岸民間愛國促統宣言》。那麼更引人注意的是，周滿之以高雄市新住民關懷協會的名義在台灣招攬陸配等。那麼從上述的情況中呢，我們大致可以看出周滿之的背景與立場，而對他的審判也是很有看頭。高雄高分院合議庭審理以後，以檢察官舉證不足為由，判周滿之無罪。但是2026年的1月20號，高雄高分院依照管法逆轉，改判周滿之8年。目前呢，全案仍可以上訴，周滿之本人卻沒有到庭聽判，暫時也沒有做出回應。周滿之的案子情況還需要進一步觀察。而當台灣社會還在消化這些陸配的案件時呢，那麼更讓人感到不安的是接連曝光的共諜案。這次滲透的目標呢，再次指向了台灣的軍方。但是與此前不同的是，這次就連台灣的媒體圈也被牽連進來了。2026年的1月9號，台灣橋頭地檢署披露，一名從2017年開始在海軍陸戰隊的陳姓男子鍾氏，因長期存在財務壓力，在網上看似偶然認識了一名代號為吉祥的中國人，並逐步掉進了對方設下的陷阱。這名鍾氏先是在對方的指示下，在2017年2月到3月，在家拍攝拿着5星血旗的視頻，還宣誓對祖國效忠，承認台灣隸屬於中國。吉祥在4月18號、21號向陳男總共匯款20萬新台幣，陳男得到錢後就是越陷越深，竟然利用軍人身份，用手機拍攝 AV7 2級突擊車的性能諸元、保養記錄簿等，屬於十分精密的檔案。甚至呢，還包括台灣漢光演習的調研內容，具有無人機回報格式等非常重要的軍事文書，通過加密通訊軟體 Telegram 傳遞給中共。而中共方面呢，竟然打起了台灣總統賴清德的主意。2025年的7月15號，陳男掌握了賴清德準備到左營營區視察的非常精密的行程，並通過 LINE 告知吉祥
而導致陳南出賣台灣和賴清德總統安全信息的，還有另外一個隱秘的推手。台灣橋頭地方檢察署在進行第4波調查的行動當中，意外地發現，台灣中天電視台的記者兼主播林晨佑也涉嫌此案。他先後與9名現役或是退役的國軍軍人接觸，並要求他們提供單位的軍事情報和機密，詳細到敏感的軍事作戰計劃以及演訓資料和裝備數據等國防的機密。林晨佑一旦拿到這些攸關台灣安全的國防機密後呢，就交給對接的中共特定人員，然後用個人賬戶把幾千到幾萬不等的所謂的報酬轉給這些軍人。讓人感到心驚的是，林晨佑給出的酬勞資金都是來自於對岸的中共。1月17號，高雄橋頭地檢署在審訊後認定，林晨佑和5名現役退役軍人涉嫌違反國安法貪污治罪條例，情節重大，向橋頭地方法院申請羈押禁見獲准。林晨佑被關在高雄看守所。台灣中央大學客家語文及社會科學系副教授曾建元向海外的中文媒體表示，中共對台灣的內部滲透已經做到了影響具有一定社會影響力的記者，從事違反他專業訓練的事情出來，違反大眾對媒體的信任，從根本上動搖了人民對國家的信心，軍人對國家的忠誠。這件事非常嚴重，不可思議。我認為呢，不只有林晨佑在做這個事，也不會只有這麼幾個軍人被收買。我們都可以看到，被收買的軍人大多是經濟上出了問題。但哪些軍人有什麼問題，中間怎麼會知道呢？當然就是從軍隊裡面爆出來的。那麼從中呢，我們可以看出，中共投入了很多人力財力滲透台灣，台灣民眾絕對不能夠掉以輕心。也正因為如此，台灣政府今年以來持續收緊相關制度，包括要求陸配放棄大陸戶籍、補繳除籍證明等。據台灣內政部移民署的最新的規定，中國大陸人申請到台定居，必須要放棄大陸戶籍和護照。2025年，陸委會要求大約是1.2萬名已經取得台灣身份的陸配和陸配子女補交失去大陸戶籍的除籍證明，並把繳交期限延長到了12月底。否則呢，可能面臨被撤銷台灣戶籍的風險。截止到12月26號，還有278個陸配沒有交繳除籍證明。大陸委員會表示，這些陸配都處於失聯的狀態，在沒有找到人之前，政府是不會註銷他們的台灣身份的。但是，為什麼這麼多200多個陸配會失聯呢？也不由得讓人產生聯想。雖然這些陸配的下落不明，但那些給中共站台的陸配日子也是不好過。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了移民大陸的台灣人身上。今年1月16號，台灣前女團 F4 成員劉樂妍在微博發文說，自己移居大陸近10年，15號在寧夏銀川遭遇警察抓錯人。劉樂妍說，雖然你是想抓台獨分子，卻不小心抓到舔共分子，搞了一場烏龍，自己也快被銀川警察嚇死。當警察聽到他要投訴時，馬上要道歉。劉樂妍瞬間感到傻眼。他嘲諷警察，我氣還沒撒完，你怎麼能直接道歉呢？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兒了。點燃希望，為正義發聲。感謝您關注洪強觀察，並且分享給您的朋友們。我是美玲，我們下期節目再見。